这个人背影的男主角小帅，看他豪迈的步伐，一看就是个狠人。他要带我们去哪里？这里是哪呢？大家好，我是杨哥啊。我们在哪里呢？这边是2024的台北车展南港展览馆的一馆。这次台北车展里面的所有来的新的车辆哦，算是各家精锐进出啊，非常高贵的超跑，非常稀有的新车、油电车、混合动力的，现场都是看得到的，还有很多超跑，非常多的新的资讯。但是呢，现场有一台老车，它的价值啊，居然不输一般超跑价格，甚至有可能超越，而且它稀有度绝对不一般。这也是我们这次来到现场最重要的目的。我们来看什么车呢？保时捷的 Singer。其实这种老车呀，它真正的实际造价在北美报价都已经是100万美金到180万美金，的这个打造价是非常惊人的价格。因为以现在的工法跟技术来做，去翻新一台复古的老车非常的花钱。而现在这台老车964 Single， 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有品味，还有内涵以及文化的意涵在里面，是有改装一时又有复古风格的限量的经典车款。我们公司呢，这次就是跟某 Barrio 设计公司联手打造的一台复古的计划。看着这台保时捷 Singer 的，它是年龄最大的一台车。这台车呢，其实是美国的改装车厂 Singer Design 打造的一台复古车，是由这个我们总代理听说是老板的车来这边做一个展示。其实最近流行的一个改装风潮叫做 Back Day。Back Day 的意思叫做回溯，老车重新赋予新的生命。这个改装风格呢，其实在世界各地现在也陆续的发酵当中。像现在我们画面中这台是保时捷964是气冷的，这时候还没有水冷时代透过美国的 Singer 的改装厂把它重新整台，只有车台是旧的，其他包含底盘、引擎所有的内装、外观调教都是用最新的科技重新把它复刻回来。所以这台车呢，其实对着我们的车界最主要的一个精神象征经典，就这台车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里程碑的。我们呢，其实也在悄悄的进行着我们重要的秘密计划。我们期待今天这一天，期待蛮久的汽车家具设计品牌Barrio 公司品牌联名合作的汽车改装的案件。这次的合作的目标，新车改旧车，有听过吗？这个案子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先开箱，现在这地上不得了的东西它是911的一代901全车板件。噔噔，应该这样讲这台车是一台保时捷911代最老的板件。我们这次目标就是要把这台车把它融合完，设计在一台比较新的保时捷上面，也就是这是我们新改老必要的零件之一。这个案子非常的困难。OK， 那我们来开箱，好，来开始吧。哇！来看一下整地的套件到底要改哪台车来，我们看，保时捷996，算是没这么老，但是正好在中间的。我们打算把这两台车做一个大改造。哇，这真的可以吗？真的啦，我跟你讲这个研发端的地方，我们已经讨论非常多的图像事实证明这个案子真的可行，但难度非常之高。可是如果做出来会非常屌。其实我们也不用介绍太多细节，因为它真的蛮复杂，我们就是看下去就好。开始这个漫长的工程真的会很久，我不知道会做多久，但是一定会做成功。接着看下去，我们先把这台车停到位置，把它拆空，走。这个是拿掉了，这个没有。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座舱不动，但是车头和车尾的部分要融入古典与线条之外，同时又不能破坏新车的平衡。996的前保杆，它其实往前凸的非常多。仔细看古典的往下收的幅度会比较高，维持比例的缩一点车头，尽量创造出最完美的线条。996这台车的关键就是这个外壳外皮我们能改，都可以切割，但最重要的车梁跟骨架我们绝对不侵犯它，要给它最好的结构。
其实我们最主要是想要打造一个复古又经典911的外观，但是里面呢是极致的奢华，这是跟我们 Mobilio 精神是一致的。基本上来讲，我们的座舱本体是不做任何更动的，车门、屋顶、C 柱的部分，最主要的考量是安全性，就是只做车头和车尾。用原本的前箱盖的内侧做基底，然后让它保留所有现在车上防水跟它的开关。再把901的外皮做比例分割之后，精准的把它烧焊在这个上面，就是内外合一啦，一寸一寸的手工打造。更多手法、更多细节，其实很好，因为更会接近你的原稿的方向。对。这次的钣金招焊所花的这个时间非常巨大，这次的案件其实难度非常的高。为什么你想选择996做？很受争议的一代911，但是其实在我心目中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让整个保时捷活了过来。因为在销量的时候，996的销量其实非常的好，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挽救了保时捷在这一代产生很大的一个效益上。透过我们家多年来独有的变脸技术，还有套件设计的经验，来把这个案子投入量产计划。注意不是一般手工的不是只做一台这是量产。我们现在车头还没有完工现在做的银色喷漆只是为了跟设计方要方便讨论。侧面中国的部分就是用3D 的模拟去放大来制作。这个所有的复古车的零件应该都是有来源的。我们这是真实的授权的保时捷的零件，我会敲它，就是真实的汽车零件。如果是古董车的话，它要做修复的时候，其实是采用这个零件去做一个修复。这是原厂的东西。我跟你解说一下原厂的定义，因为保时捷的古董零件已经没有在市场上生产、跟制造、跟贩售。我们这个供应商呢是专门供给保时捷的，但是他自己也可以买，他是授权的。这一次的计划总共分成2个主题，一个是用我们最传统、最拿手变脸技术来打造。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要把这个原车最复古的风格，透过3D 扫描，利用现在我们最新的3D 技术，扫描完之后，在电脑里做过放大，再精准的把特征爆龟的元素重新覆盖回去。这次呢，会是一个传统跟科技的结合。下一集进入数位3D 的改装，走。欢迎订阅加追踪装模作样实境 VLOG， 也记得按小铃铛。谢谢收看。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非常耗时耗工，续集请耐心等候。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好屌，那你真的超厉害。我也是美术班的，我也学过素描，可是我都是挂笔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手艺很厉害，结果我。